天师道的传说。天师道又称正一道、五斗米道，是中国道教中最古老的宗派之一，其起源可以追溯到东汉末年的张道陵。天师道的创立标志着道教的正式形成。以下是有关天师道的传说和历史背景的详细介绍。天师道的创立，张道陵于五斗米道。张道陵34到156年，字辅汉，是天师道的创始人。他出生于东汉时期的沛国丰县，今江苏省丰县。自幼聪明好学，擅长经书。后来张道陵隐居于四川鹤鸣山，进行修炼和研究道家经典，并逐渐形成了五斗米道的教义。五斗米道名称的由来，是因为加入该教派的信徒需要缴纳5斗米作为祭祀费用。这一教派注重修身养性、祛病延年，并强调道教的伦理道德，要求信徒遵守严格的戒律。张道陵被后世尊称为天师，其后代也被称为天师，并世代传承。天师道的发展，36制与信仰体系。张道陵在鹤鸣山创立五斗米道后，设立了36制，作为教团的行政机构，分布于四川各地。他还制定了一套严格的戒律和仪式，使教团逐渐发展壮大。五斗米道主张修道、行善、治病，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，以及人自身的修炼。鬼怪治病与符箓，天师道在治病方面独特的方法。张道陵据说能够驱鬼治病，这吸引了大量信徒。天师道的符箓及符咒和箓文，在驱鬼治病中扮演重要角色。信徒相信这些符箓有神奇的力量，能够驱除病魔，消灾解厄。张天师的传承，张道陵去世后，其教团由其子张衡继承，后又传给孙子张鲁。张鲁在汉末三国时期统治汉中，今陕西省汉中市一带，大力推广五斗米道，使其影响力进一步扩大。张鲁后来归顺曹操，五斗米道逐渐传入中原地区。天师道的神话传说，张道陵与太上老君。传说张道陵在鹤鸣山修炼时，太上老君即道教尊奉的太上道德天尊亲自降临，授予张道陵道教经典和秘法。这一传说强调了天师道的神圣性和正统性，将张道陵与道教最高神祇联系起来，使其教义更具权威性。治愈汉桓帝。汉桓帝时，朝中流行一种怪病，病者身上会长出脓疮，散发出恶臭，十分难治。桓帝本人也染上了这种怪病，痛苦不堪，太医们束手无策，桓帝只好求助于张道陵。张道陵来到京城，为桓帝施法治病。经过一番治疗，桓帝的怪病终于痊愈了。桓帝感激不尽，封张道陵为天师，并赐给他龙虎山作为传道之所，降服瘟神。东汉末年，天下大乱，百姓流离失所，再加上瘟疫横行，死伤无数。张道陵目睹人民的苦难，心痛不已，他决定下山降服瘟神，解救百姓。张道陵来到瘟神的巢穴，与瘟神展开了殊死搏斗。经过一番激烈的战斗，他终于战胜了瘟神，并将其封印在一个山洞里。瘟神被封印后，瘟疫也随之消失，百姓们终于得以安居乐业。驱鬼治病的传奇。据传张道陵能够召唤神灵，驱逐鬼怪，治疗疾病。他经常手持符箓，念诵咒语，能够将邪灵驱除，让患者痊愈。这些传说不仅展示了张道陵的神奇能力，
也反映了天师道在民间治病救人的实践。张道陵斩白虎的故事。白虎作祟。相传在东汉末年，四川青城山附近有一个村庄，村民们生活安逸祥和。然而好景不长，有一天，村庄里突然出现了一只白色的老虎。这只老虎凶猛异常，经常袭击村民，造成许多人伤亡。村民们惶恐不安，试图各种方法驱赶老虎，但都无济于事。后来有人听说张道陵法力高强，便请他前来降服老虎。张道陵斩白虎。张道陵来到村庄，了解了情况后，决定亲自去降服老虎。他来到老虎出没的地方，屏息凝神，运气施法。只见他口中念念有词，手中挥舞着桃木剑，一道道符咒从他手中飞出。白虎闻声而来，看到张道陵，便怒吼住扑向他。张道陵不慌不忙，举起桃木剑迎了上去，两人展开了激烈的搏斗。白虎力大无穷，但张道陵法力高强，灵活躲闪着白虎的攻击，伺机寻找反击的机会。终于，张道陵找到了一个机会，他举起桃木剑，用尽全身力气，朝着白虎的头顶刺去。白虎猝不及防，被桃木剑刺中，发出了一声惨叫。张道陵趁机加紧攻击，连续刺出几剑，终于将白虎杀死。白虎化身。白虎死后化作一个人形，跪倒在张道陵面前，连声求饶。原来这只白虎原本是天庭上的神将，因犯了天条，被贬下凡间。他在人间流浪，无依无靠，便误入歧途，做了恶事。张道陵见白虎认错悔改，便饶恕了他。他告诉白虎，只要他从此改过自新，不再为非作歹，就可以重返天庭。白虎感激不尽，连连磕头谢恩。故事寓意：张道陵斩白虎的故事，反映了道教追求正义、惩恶扬善的思想。故事中的白虎代表了邪恶势力，而张道陵则代表了正义的力量。张道陵战胜白虎，说明了正义终将战胜邪恶。此外，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，要知错能改，才能获得宽恕和救赎。白虎原本是天庭上的神将，因犯了天条被贬下凡间，但在张道陵的劝说下，他幡然悔悟，最终得到了救赎。收服鬼王。张道陵的传奇故事。在道教传说中，张道陵收服鬼王的故事广为流传。这个故事生动地展现了张道陵的正义凛然、法力高强，以及他为民除害的伟大精神。鬼王作祟。相传在东汉末年，四川青城山附近有一个村庄，村民们生活安逸祥和。然而好景不长，有一天，村庄里突然出现了一个鬼王。这个鬼王法力高强，凶猛异常，经常率领众鬼在青城山为非作歹，残害百姓。鬼王的手下有许多恶鬼，他们经常出没于山林之中，袭击路人。村民们惶恐不安，试图各种方法驱赶恶鬼，但都无济于事。张道陵降服鬼王。张道陵听闻此事后，义愤填膺，决定下山降服鬼王，解救百姓。他来到青城山，找到了鬼王的巢穴。鬼王得知张道陵的到来，怒不可遏，率领众鬼向他发起攻击。张道陵不慌不忙，挥舞着桃木剑，施展各种法术，与鬼王展开了激烈的战斗。鬼王法力高强，但张道陵更加神勇，
他身形灵活，躲闪着鬼王的攻击，伺机寻找反击的机会。经过一番激烈的搏斗，张道陵终于找到了鬼王的弱点。他趁机运转全身法力，施展出一道强大的符咒，将鬼王击败。鬼王被打败后，跪倒在张道陵面前，连声求饶。张道陵见鬼王认错悔改，便饶恕了他。他告诫鬼王，从此以后不得再为非作歹，否则必将严惩不贷。鬼王感激不尽，连连磕头谢恩。他答应张道陵，从此以后改过自新，不再害人。故事寓意：张道陵收服鬼王的故事，反映了道教追求正义、惩恶扬善的思想。故事中的鬼王代表了邪恶势力，而张道陵则代表了正义的力量。张道陵战胜了鬼王，说明了正义终将战胜邪恶。此外，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，要知错能改，才能获得宽恕和救赎。鬼王原本是为非作歹的邪恶势力，但在张道陵的劝说下，他幡然悔悟，最终得到了救赎。张天师与虎的传说：张道陵据说在鹤鸣山修炼时，经常与一只白虎同行，这只白虎是他降服的猛兽，后来成为他的护法神兽。这一传说象征住张道陵的神通广大和驱邪除恶的力量。虎在中国文化中常被视为勇猛和正义的象征。天师道的教义与实践重视伦理道德。天师道非常重视伦理道德，张道陵制定了严格的戒律，要求信徒遵守如孝顺父母、友爱兄弟、诚实守信等道德规范。这些道德要求旨在维护社会秩序，促进家庭和睦和人际和谐。修身养性与修炼：天师道强调个人的修身养性和修炼，信徒需要通过打坐、诵经、服气及调息炼气等方法来修炼身心，追求长生不老和与道合一。这些修炼方法融合了道家的思想和道教的实践，成为天师道的重要特色。符箓与法术：符箓和法术在天师道中占有重要地位。符箓是道教的独特工具，被用来治病、驱邪和祈福。法术则包括咒语、手印等，信徒相信这些法术能够调动神灵的力量，达到驱鬼避邪、治病救人的效果。天师道的历史影响对道教的发展：天师道作为道教的早期宗派之一，对道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。天师道的教义和实践，后来的道教宗派奠定了基础。其符箓、法术等特色也被其他道教宗派继承和发展。对民间信仰的影响：天师道在治病救人、驱鬼避邪方面的实践，对中国民间信仰产生了深远影响。许多民间信仰和习俗中都可以看到天师道的影子，如民间的驱鬼仪式、道士的符咒等，这些都源自天师道的传统。张天师的世袭体系：张天师的世袭体系在中国道教史上具有独特意义。从张道陵开始，天师道的天师称号一直由张道陵的后代世袭，这一体系延续了2000多年，成为道教历史上的一大特色。现今，正一道的天师仍然被尊称为张天师，并在中国道教界具有重要地位。现代天师道：当代天师道的发展：在现代社会，天师道依然存在并发展着。虽然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和信仰体系发生了很大变化，但天师道的传统仍然在一些地区得以保留和传承。当代的张天师仍然受到道教信徒的尊崇，其教义和实践也在不断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。文化遗产的保护：天师道作为中国的重要文化遗产，
受到了政府和学术界的重视，许多天师道的古籍、经典和仪式被整理、研究和保护，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这一古老宗教的历史和文化价值。结语：天师道的传说和历史不仅展示了道教的发展过程，也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宗教信仰和文化特征。张道陵创立的五斗米道，经过历代传承和发展，成为中国道教的重要宗派之一，其影响遍及中国的宗教、文化和民间信仰。天师道的教义和实践在现代社会中依然具有重要意义，成为连接传统与现代的重要纽带。